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抽风加拿大，我是 Luke。今天我们来到了多伦多附近的一个小镇，叫 Fergus。这个小镇距离多伦多大概有1个半小时的车程。大家都知道，现在多伦多已经进入 Stage 2了，餐馆什么都不允许堂食。但是在这个小镇目前他们还没有，因为我们看到这有一个咖啡馆，然后里边还有人在喝咖啡。今天天气挺冷的，所以我们决定进去喝点东西，然后暖和暖和，再享受一下在室内用餐的感觉。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小的咖啡馆，喝杯咖啡，然后吃一点三明治，因为今天温度有点低，最近降温。我得给大家看一下，我喝着喝着突然发现我的拉花变成了奇怪的样子。大家看，就这一条街，一直到这儿就结束了。这个呢，就是这个 Fergus 的 Downtown。Fergus 位于多伦多西面，行车距离大约90公里。这个小镇始建于1833年。当然，最初这只是一个英格兰移民的聚居地，之后慢慢和周围其他发展起来的聚落合并，成为了今天的 Fergus 小镇。小镇大约有2万多常住人口，镇中心和安省的其他小镇没有太大的区别。一条略微热闹的小街，街两侧是没有什么特色的小商店。当然，在加拿大，没有特色就是最大的特色。今天是万圣节，然后今年可能因为特殊的这种疫情，所以也没有特别多装饰。因为这种有点太敷衍了，弄一这个有点敷衍哈。我看到一家餐馆，这家餐馆名字叫 Black and White， 然后它是 Canadian and Chinese food， 有点厉害啊，全都站齐了。这个车在多伦多没见过呀，这种开了 POS 的车，好可爱啊！从那个路的尽头，然后拐弯一拐过来，然后马上就看见这边这个教堂，就在路的尽头。还是对加拿大的小镇抱有幻想。来了之后发现每一个都很漂亮。但是每一个又都很像，没有每个镇的特色了，我感觉。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开1个半小时过来看一看呢？就因为在加拿大你也确实没有别的事儿可以干，就找一个没去过的地儿，然后开车过来转一转，打发一点时间。这个景色应该是整个小镇里最美的一个景。我看很多 Google 上的照片都是拍的这一角度。然后我一回头发现这有个雕塑，感觉很奇怪这雕塑。然后再仔细一看，它这边还有这个雕塑的信息，然后还卖这个雕塑，15000。会有人愿意花15000买它吗？下边有个人钓鱼，我操，有意思，好漂亮。那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这个小镇还确实就有点不太一样，有点东西，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在这个 Fergus 小镇的附近有另外一个小镇，也挺有名的，挺漂亮的，叫做 Elora。现在呢，就开车过去看一眼。现在
来到了 Elora 这个小镇，开车几分钟就到了。Elora 和 Fergus 的距离很近，但是这儿要比 Fergus 有名得多。全球最大的私人旅行出版商孤独星球曾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推荐了10个非常适合结婚和旅行的城市，其中 Elora 排名第8。当然，这并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排名，但 Elora 的美景可见一斑。今年的万圣节期间，小镇里举办了名为 Monster Month 的艺术展览。在整整1个月的时间里，小镇四处安置了许多带有恐怖气氛的雕像，许多人慕名前来参观，让这个人口稀少的小镇在寒冷的冬天里反而更加热闹了。劈腿男，一个劈腿男，渣男。因为阴天和降温，我们在 Elora 短暂停留之后就返程了，计划明年春天天气回暖以后再去看一看，希望到时候能跟大家偶遇。这里是抽风加拿大，我们下期再见。Prohibitions, don't war was his decision. Sinking ships not built to fight. Now it's true we have protection. 2 destroyers in our section. 3 frigates, 2 corvettes to ship our 50 through the way. Hey, we're the merchant marines. As we sail across the sea, as the U.S. torpedoes and balls they can breach, we will brave the rugged ocean. Blistered winds to start.